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在 Burlingame 的小办公室苟了几个月后，伊丽莎白和学长肖纳克终于将公司搬到了一个像样的新场地。新场地有办公室、会议室，还足够大到能装下一整个实验室。就是所在的地理位置不是很理想，这里是东帕洛阿尔托边缘地带的一个老旧工业区，治安一片混乱，枪击案时有发生。有一天早上，伊丽莎白就在自己的车里差点被爆头，一颗榴弹击碎了驾驶侧的车窗玻璃，子弹擦着她的脑袋飞过，再偏那么一点点，伊丽莎白就没命了。虽然说环境各种脏乱差，但前期资金有限，对伊丽莎白和肖纳克来说，这已经是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了。说到公司的资金来源，伊丽莎白成功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将她剩余的学费大约10万美金用作公司的种子基金。但这点钱自然是杯水车薪。我们之前在天使投资人那期讲过，一家初创医药公司的启动资金大约在200万到500万美金之间，而天使投资人平均单次只投6万美金。但对于普通人难如登天的第一步，对于出身名门的伊丽莎白来说却容易很多。虽然他父亲在安然公司倒闭后一度陷入经济困境，但霍姆斯家的社会阶层在那里，亲友团甚至是邻居都是非富即贵。伊丽莎白最大的2笔天使投资来自于 Timothy Cook Draper 和 Victor Palmieri， 前者是他儿时玩伴的父亲，也是霍姆斯一家的老邻居，拥有一家分投公司；后者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已退休的企业转型专家。除此之外，还有斯坦福的校友、母亲的妹妹之类的，林林总总，东拼西凑。在2004年底，伊丽莎白一共筹到了600万美金的启动资金。这大概是伊丽莎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资金充足，身边是有共同理想的好伙伴。天使投资人们会友善地提供建议和经验支持，但不会指手画脚，让伊丽莎白能够不受限制地实践她最初的设想。他们要研发一种可穿戴的手臂贴片，通过微针无痛地刺穿患者的皮肤，抽取几滴血液。贴片有内置的微芯片检测系统，可以分析血液，并根据分析结果给患者注射剂量合适的药物。然后相关的数据会无线上传到 Theranos 公司的主机，再发送给患者的主治医师。如此一来，患者在家里就可以得到实时的检测和治疗，中间就省下了去诊所抽血、验血，再预约主治医生，再拿着医生单子去药房取药的一系列麻烦过程和昂贵的费用了。想法是很好，但伊丽莎白在和肖纳克捣鼓了几个月后，不得不承认加德纳教授是对的，这不是他们现在就能做出来的技术。于是妥协之下的结果就是抛弃治疗的部分，只专注于检测。而手臂贴片的形式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卡带读取装置。患者需要刺破手指，将少量血液置入一张比信用卡厚一点的卡带的指定位置，然后这张卡带会被插入一个烤面包机大小的读取器。在这个读取器内，患者的血液会被过滤，只留下不含血细胞的血浆，再通过微通道送往不同的模块。血浆中的血蛋白会和装置内预设的抗体反应，所带来的化学信号会被装置读取并翻译成检测结果。虽然妥协后的新装置会比手臂贴片大很多，但依旧属于便携式的范围，可以摆放在病人的家中。而且新装置依旧使用了伊丽莎白一开始设想的结合微流体和生物化学的创新技术。微流体是在100纳米到几百微米尺度的通道中流动的流体。在这种微尺度下，和宏观流体不同，重力和惯性不再起主导作用，而是被表面张力、能量耗散和流体阻力所取代。2005年，通过罗伯逊教授的牵线，有着30年从业经验的生物化学家伊恩·吉本斯加入了公司，让新设备的研究更是如虎添翼。在2005年末，Theranos 已经有了20几名员工，并造出了一台原型机，它被命名为 Theranos 1.0。在2005年圣诞节前夕，伊丽莎白收到了科技杂志 Red Herring 的采访邀约，这是当时的那篇报道。年仅21岁的她被作为年轻女性创业的典型被媒体赞扬。在2006年初，艾德蒙·库在伊丽莎白的游说下加入公司，他是硅谷最负盛名的工程师，擅长解决各种复杂的工程问题。随着艾德蒙的加入， Theranos 初期的技术铁三角合体完毕，艾德蒙、肖纳克和伊恩将携手共进，致力于将 Theranos 1.0 原型机变成一台真正可以稳定运行、可以让 FDA 过审、可以为公司盈利的机器。故事走到这里，还是一个优秀少女的创业励志故事。她有着美好的愿景、志同道合的团队、充裕的资金、亲友的支持，她甚至还做出了产品的原型机。这么美好的少女是怎么变成世界第一女骗子的呢？
我们下期接着说。